这个夏天，如果你的朋友圈被苏超刷屏了，请不要惊讶。无论你是不是球迷，估计都听说了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传奇了。回顾这个夏天，苏超从省级城市联赛起步，却以地方认同加短视频裂变加低门槛现场的组合爆红。城市为队，票化市场，官方与民间多机位直播叠加二创，使草根足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注意力与到场率。其意在于提供了自下而上的体育 IP 范式，不靠巨星也能借助城市叙事与社区动员聚人心，再配合上明基 TK710一整个夏天的看球陪伴，意义似乎变得不同。如此火爆的赛事，我这个热爱踢球的人怎么能错过呢？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，苏超的门票简直比演唱会还难抢，一票难求，更别提决赛圈的焦点战，一开票秒光。我朋友圈有去现场的朋友，每次发视频感受到现场的氛围，我都羡慕不已。万人齐唱对歌，全场挥舞手机闪光灯，进球后的一程欢喜一程愁，这种激情澎湃的场面只在职业联赛甚至世界杯上才见过。难道我注定只能对着手机小屏幕干瞪眼吗？不行，现场既然去不了，那我就想办法把现场搬回家。于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，我要把家的客厅打造成苏超的主场。但是等等，在客厅看球以前也不是没试过，结果就是坐在那台55寸的电视机前看得不过瘾，而天黑关了灯效果好一点，但亮着灯根本看不清球。作为数码科技区的博主，我把目光投向了投影仪产品，据说用投影仪看球赛，大屏震撼不输影院。而市面上的投影仪五花八门，我的诉求又很明确，白天客厅也能临时看球，不要求全黑环境，画面一定要够大够清晰，最好能把13成球队的球衣细节和赞助商都看清楚，最好还能玩足球游戏，不想有延迟拖影。综合这些要求，我最终选择了明基的 TK710 4K 投影仪。我简单收拾了客厅，把沙发往后挪了挪，腾出一面白墙当投影屏。按照参数，这台投影仪在 2.5 米左右的距离就能投射出100寸的大画面，真是太适合我这种小客厅用户了。不用专业的幕布也没关系，直接投白墙效果同样牛。机器支持 1.3 倍光学变焦和垂直镜头位移，我放在茶几上，投影画面稍微偏高，调节镜头位移 10% 就能完美的对准墙面，无需电杂志堆调整高度，短短几分钟，一块家庭球场剧目就布置好了。100寸的大屏占满墙面，和电视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在夜晚进行的苏超比赛，球场灯光会打得非常亮。以前在朋友家用投影仪看夜场球赛，总感觉要么画面灰蒙蒙，要么亮部过曝一片白。然而 TK710 投出的画面让我瞬间有了一种置身球场的错觉。南京主场的熟悉的蓝色看台，草坪上鲜明的白色球门线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，而且整个画面的亮度充足，对比强烈，甚至有种亲临南京奥体的即视感。要知道，此刻我家的房间顶灯还开着呢，可屏幕效果依旧亮丽夺目。当摄像机特写给到南京队球员时，投影仪画面上，他球衣上每一个纹理、每一道褶皱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连胸前的队徽和赞助商 logo 都能认得一清二楚。因为这款用的是 0.65 DMD 大芯片，相比其他投影仪用的小芯片，画质提升是肉眼可见的。原来远景看台上一片模糊的人群，现在我甚至能分辨出哪些是南京的球迷，哪些是苏州的球迷，太震撼了。而且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画面边角处依然清晰，对焦没有跑偏，更没有廉价投影常见的那种颜色边缘发散的问题。当然，因为是大名鼎鼎的明基，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甚至可以顺手开一个游戏玩一会儿也不成问题。画面丝滑，反应迅速，低延迟，完全可以沉浸其中。看球中场也不无聊。有人说，苏超的火爆证明了平凡草根也能踢出世界杯般的热情。如果你也想升级观赛体验，不妨试试这个新玩法。邀上3-5好友，搬上小板凳，用大屏投影来一场酣畅流离的看球趴。当你置身客厅版的万人体育场，你会发现足球的魅力正在被无限的放大，每一次进球都会更加热血沸腾。科技让体育离我们更近，而苏超带给我们的感动也能实时的在家中上演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为什么我宁愿花一个夜晚去看一场谁胜谁负都未必关级的比赛？可能因为这块足够大的屏幕上，我们看见了足够多的故事，从少年到球迷，从城市到队旗，从雨战到绝杀，我们也看见了自己。
失误、坚持、犯错、再来。足球不需要一直赢，它需要的是在90分钟里把可能撑到最后一秒。屏幕够大，这种可能就像从地平线那边涌过来，逼得你站起来。也许这就是沉浸的完整形态，技术把你推进，情绪把你拉住。中场哨响，比分定格。朋友圈里的散装江苏继续护队，友谊依照排在第14位。可我知道，这台投影仪还会等着下一场哨声。大屏的意义从来不是让生活变得喧嚣，而是让热爱有地方安放。有人奔向体育场，有人回到客厅，有人买到那张篮球的票，有人打开一束足够亮的光。我们坐在不同的座位上，看着同一个球门，看着同一座城市，把心跳抛给夜色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、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